大家好，欢迎来到周公讲鬼哪里有鬼第2季。这一次我们会组成探灵团队，搭乘探灵号到不同的地方去巡游探秘。喂，你们也没有听到啊？我们不是在鼓吹迷信，而是让观众朋友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嘉宾朋友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信不信由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呢为了自己保护他人，或者呢是要绑住他所爱的人，而到外国呢去寻求灵体的帮忙，把东西带回来新加坡之后呢，放在家里或者是店里，作为他们的镇店之宝。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就是巫术和小鬼，你怕吗？不好意思，帮我开门一下。Hello。他呢，就是我们这一季的专家，来自 Society Paranormal Investigator Singapore 的 Wisely 老师。老师有没有听说过小鬼？有啊，其实在这个东南亚一带都有这个养小鬼的习俗。哇，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呢，也有关于小鬼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我们现在要去接他们咯，马上出发。其实这个小鬼最初它的出发点没有这样写的，就是说有些小朋友他夭折了啊，然后就是不要他沦落成孤魂野鬼，然后就收留他，就有些人就取巧，就是慢慢的就拿来做他们的个人的目的，就变成偏了。所以他们要做什么，那个目的很重要。对，可能那一刻你得到了之后，你觉得哇很快活，但是之后你要还的。OK，let's go，let's go，ready OK。哇，你们吓到我哎！为什么我们迫不及待等很久了？因为你们走过来的那个感觉好像飘过来一样。真的吗？真的。有脚的。哎，你们可以快点上我们的探灵号嘛，因为 Wisely 老师说这边很猛的嘞。对，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的。OK。OK。当然要欢迎我们的2位特别嘉宾，一位是有成我们周公讲鬼团队的组员，另外一位呢是青春可爱的 Maxi。Hi， 大家好，我是 Maxi。Then you might know me from A Boys to Men，and on the sideline， 现在我有做白事。我在想你最近很多这些鬼故事，是不是因为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You know 啊，其实我的工作很必须我的这些鬼故事都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不然就是我朋友 stories。我做白事actually 现在是 zero case。都是很必须，我觉得在帮人嘛。是。也不用帮的。我们今天讲的是小鬼所以你本身的故事也是跟小鬼有关系吗？其实我发现很多人都养小鬼，it's quite common one。那我之前我有另外一个餐馆我就懂我的 business partner，他们也有做了，他们都会放在店。他有一天他就说，你要不要来看我们的 CCTV， 我们拍到鬼。我说来看咯。所以我就看到比如我们橱上面有一个很大的 plastic bag， 装满了我们的东西。这个 plastic bag 有东西在拉嘞，他小小的一只手在那边拉，所以move closer and closer to edge， 他整包就掉下来。那我突然想到，我也有多一个故事我就有这个朋友嘛，他刚刚当了爸爸，还有一个小女儿了。他就发现好像女儿生病太多了，不寻常，偶尔也会说一些怪怪的东西，就说家里有别的 baby。他说哇，这样应该就是他养的那些东西所以他就他有女儿，为什么他还要养 ？Before 他的女儿出生已经在家了，所以偶尔还有跟我说过，晚上会听到玩具自己动这些啦。所以自己女儿一直生病，然后也说在家里看到有别的小孩他就decide to给这些东西就戒掉，就真的找一个师傅来。所以这个师傅就到了他的家，第一个东西就问：哇，你家这么多只这么多只是几只？ 16只。哇
16只啊，16只，他是做很多生意吗？生意做很大吗我觉得这种东西 can be like addictive 啊。 ？OK， 在这里我可能可以给朋友一个建议，如果你们喜欢小孩可以去生小孩又或者是你们可以有干孩子。Maxi 后面的这个有成哇，你看他非常积极好像很多故事要贡献。来，你来分享好不好？哇，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是一个编剧，刚好有一次他就要写一个有关于鬼怪的故事。他写着写着就感觉好像没有灵感，就刚好想到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卖佛牌的。对。 他朋友就接到他的电话，就讲：“OK， 我懂你要什么东西了，我帮你安排一个，肯定厉害的，肯定有 power 的。”结果他帮他安排什么呢？一个鹰牌。隔了几天，有一个朋友就在他家附近，第2天要去拍戏，他就想说有没有办法在他家借住一宿。可是他记得那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朦胧当中，他觉得他被吵醒了，有一把声音。 突然间在喊他：“喂，你可以走吗？你走，你滚开！你跟我太像了，你滚开！”他整个人被吓醒，朦胧当中他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全身穿红色的女生。然后第2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那个女生还是有跟我朋友讲有这个状况。那个编剧听了就心有戚戚焉，为什么？他就马上 去找那个鹰牌，他一看到那个鹰牌，他自己本身也吓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鹰牌是有照片的，是吗？对上面那个照片，跟他朋友描述的一模一样。你是说这个鹰牌对藏着一个女鬼啊？而且特别的细节就是呢，那个红衣照片上面的女生跟他朋友长得很像。 你看我的手毛全部站起来。OK， 我知道呢。如果你们在国外有时候摆地摊，你们看到一些佛牌，有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有一种，哎呀，买个佛牌来保佑我一路平安又或者是身体健康但是这些佛牌千万不要乱买这些是东南亚的一个习俗，你要真的讲它是 正邪也很难去区分，但是可以很肯定的就是供奉者的出发点很重要。对的，因为我有朋友也是有养小鬼，那个小鬼帮他顾家可能窗户没有关，他提醒他叫他关。有小朋友从船滚下来，他反而就保护他，不让他受伤。我以为你可能是像那个 robot vacuum 来帮他扫地这种，I don't mind。没有，那个不叫小鬼，那个叫小米。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我曾经看过有人在那边，求财我听说，如果一个人求财的话，求了之后你真的中了大奖，你还必须要还的，有代价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YC 老师，你像这种所谓的阴这种灵去求，他一定会等你回报他的。其实我一直都以为像巫术啦，或者是请小鬼啦、养小鬼这些，是在外国很普遍。但是我今天听你们讲了这些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在本地原来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前面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车有东西在闪啊！这是里面，这是我的探灵总部不要这样对我，不要这样对我！来了 OK， 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据说是新加坡前5名最阴的一条路。来，各位嘉宾，YC老师，欢迎来到我的探灵总部。哇！Office 我的 Office 不简单，欢迎光临。好，看一下，哇，好多工具啊！对呀，很齐全。哎呦，有没有发现我尽量不要讲“请上车”这3个字，因为不对。欢迎光临最好。很有好朋友。
OK， 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所在地啊。我刚才说到哈，是新加坡最猛的前5名的一条路，因为这里呢，80年代的时候呢是一个渔村，然后听说有巫师啊，把那些渔民呢全部给赶走，为了让他们赶走啊，就放了很多的鳄鱼在这里。那到了90年代呢，他们就把这里的那个甘崩的人给赶走，因为有新的发展，然后甘崩的人呢就下了诅咒，所以你看恶灵加上诅咒，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有多猛。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呢要去探灵。Y 老师可能可以跟他们讲一下，好的，有什么东西呢需要就是遵守的。对，基本上探灵的守则就是不要独自一个人离开，哪怕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定要通知你的同伴，然后一定要专注，不要分神，那么你听到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这个欲望，不要去跟着那个声音走。对 ，OK， 因为这边很暗，对，你不晓得你会听到什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道具好不好？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 EMF， 就是电磁场。所以看它有没有不寻常的这个跳动。那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好，好了，对，就出发了。OK。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探灵团队呢已经出发了。哇！我发现他们走得更加的深入了。现在有人不摆了什么？对，Bro 啊，你们知道你们要找什么吗？就是那个废弃的大门哦。哇！红色，很强的反应。我看到了，好恐怖！这么大的一个坟墓，你们觉得也是动物的坟墓吧？其实乍看之下，我还觉得很像是人的。对，我不是说想要吓大家，只是很像是人的。如果你是人的，去到红色。如果你是人的，去到哇，很多干扰的声音。那什么声音啊？我跟你讲，我毛是真的完了，我全身都为 I feel that 有点不对，我觉得 It could be using the walkie-talkie to communicate with us。我看还是继续走比较好。对，刚刚那一段是重庆传过来的声音吗？还是？我觉得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墓实在是太大了，这怎么可能是动物？除非是一只大狗还是什么。而且刚才有感应哦，靠近那个风车的时候。直接转红，对，找到了，我们那个门找到了，很旧哦。哇！不要过去，我 scan 了，我 scan 先。对，先扫，帮人 scan。OK clear， 开着，然后往前走。有哎。哪里有？等一下。有吗？有，一点点啊。好阴森哦，这个地方。OK， 如果有人在这个门。请你们去到红色。重庆，我们看到了那个。哇！发生什么事？有嘞！哇，这个我们感应到非常强的。重庆，你要我们进还是不进？我觉得不要打扰他们。你们先回来，因为有另外一个地方我发现到，也是很值得你们去看一下的。好的，那我们刚回到 base，Let's see what 重庆 will tell us。欢迎归队啊。OK， 我知道的是前面呢是海边，然后一般上他们从外国请回来的灵啊，如果不需要所谓的灵的帮忙了，他们就会把那个灵呢安放在前面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很精彩的，也就是他们活动的范围。意思就是那些人家放生的都在里面，就是请走啦，请走。OK guys， 这个是我们第2个 location， 我们要进了 ，Let's go。哇，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镜头微弱的灯光哦。Hey guys, I found something. This shrine, I know there's a photo here. 神像，地藏王。然后有一些就是戴的饰品。呀，他们是佛珠啊。对，我看过的地藏王都有戴帽子。什么事？What are we receiving on the walkie 啊？周公
你听到我们吗？在这边他的反应还是有一点反应，没有，我听不到，怎么了？我一直在 walkie 听到有女孩子在跟我们讲话，把听不清楚。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哎。制作单位，你们有没有听到？我根本没有按到什么仪器，而且我这里没有女孩子。没有咩？你们也没有听到啊？我听到，我也是有听到。哦，我们3个有听到 ，especially when you shine， 女孩子就他 walkie 出来了。我手上的汗毛呢，现在反复的在竖起。所以这边的人是认同这棵树是有一定的灵力的。嗯，就我们继续走。哎，发现了什么？我的天啊！青蛙，青蛙，你去 scan 那个青蛙，看有没有反应。哎有嘞，为什么啊？难道它是上升了啊？有时候灵体出现，它会引到了一些小动物的。哦，哎有哎，满哥哎，周公，你帮我问好吗？好的，好的，我现在问。OK，各路神明，我的团队呢已经进到里头了，然后呢，在一棵树下发现了这小青蛙，请问是不是附近呢有婴儿的灵体？周公，你问了吗？是婴儿的灵体，我问了，是圣杯。哦，我看我们继续吧。哦，对，我们继续走。有东西耶，有没有听到声音？来，一起进来，来。哦，有了！什么？宝贝公，旁边也有，这些也有哎。龙龟，还有麒麟哎。对，里面是有供品，有插香的，对。但是蛮不寻常的是，左边有一个小熊。对。请问，英灵是不是安放在土地公旁边？其实反而是相对的平静，对吗？比较稳。圣杯，是的。哦，圣杯是的。不如你继续问，看一下它的来历。好的，我先来问他来自什么国家？请问你是来自新加坡吗？不是。请问是来自泰国吗？不是。OK， 我有一个很直接的感觉，他好像是来自马来西亚。请问英灵，你是来自马来西亚吗？如果是的话，请给我一个圣杯。我的感觉完全正确，来自马来西亚。哇，我现在心情有点沉重哎，希望把它安置在那里，它会快乐。We are heading to another further down， 看看会有什么。Cause there's so much things to be discovered here。哎呀，你们有任何灵体在这边吗？哇，直接满哦！各位，你们先回来吧，因为我刚刚问了。请问他们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有超过10只？其实一整晚我都觉得他们在观察着我们。Yeah。哦，这群人到底在干嘛？是的话，请给我一个圣杯。好了，走吧。OK， 不好意思打扰了。对，不好意思。回去。哦，回来了。Back to base。你们知道恐怖到什么程度吗？我刚才在打杯的时候，真的是有问必答哎，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已经分配给我们，我们把它做好，速战速决。所以我来问一下好不好？可以请示一下，对，请示一下，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探险？各路神明，如果你要我们继续探险的话，请给我们一个圣杯。那我们就做任务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务哈。我们拿到的是任务2，各国文化聚一堂。日本吧，对，烧酒，然后瓦基吧，对吧？瓦基，可以来个盘吗？然后蜡烛就放旁边，就这样，然后先点燃，然后我们也看一下那个反应到底强烈吗？完全没有动静，所以不是日本。再来是泰国，好不好？好，茉莉花跟对 mango sticky ric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应。没有，真的没有哎。好，接下来越南在祭拜的时候呢，都会放这个菊花跟5种水果。好，我们看越南有什么反应啊？没有什么反应哎。我们刚才讲到阴灵嘛，我想测试一下。OK， 可以。呀，玩具啦。对。OK， 这是阴灵嘛？对。如果它真的跳，我会。哦，我的天哪！真的在跳，所以这证明什么？真的有阴灵。好，我们先放华人的代表，好不好 ？OK。呀，就直接嘛，红包。这是华人，如果有华人的话，呀，给我们一些反应，好不好？没有反应哎。OK， 不好意思，我不信邪，我们再回去那个阴灵好不好？如果哇，哇，我的天哪！所以在看节目的朋友，很直接的，真的很直接的。我们知道这里真的有。最后一个马来西亚，其实这是一个我们马来同胞哦，他们因为我们华人烧香嘛，这就是我们马来同胞他们烧香的方法。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会有蛮强烈的反应。对。因为刚才我问了，英灵来自哪里？他说马来西亚嘛。好，这个代表马来西亚。我的天哪！所以我们的任务呢已经完成了。OK， 我们马上收拾，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从这样的一个试验呢，从我们抵达这边到我们完成任务，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也非常感谢这里的灵体今天这么配合。是。我不晓得你们刚才进到里面了，然后也到了不同的地方去探索之后，Maxi 你的心情怎么样？其实我的感觉不是 eerie 的，是感觉也蛮 peaceful 的。At end of the day， 我们还给他们这些 offerings， 我觉得是 OK 的。是呀，你呢？平时都是在那个广播室里面讲鬼故事，但是今天可以实地真的来考察，然后可以说面对面跟他们交流，我觉得真的零距离的接触，真的有点有把我吓到，但是还可以忍受的那个吓到，还可以接受。就是在我们4个人当中，可能比较理智的是 YC 老师，但是今天呢，这样的一种探险哦，跟他平常时会做的又很不一样。对，因为来的时候其实是感觉没什么的，直到我们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去探灵的时候，这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就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们这个探灵的活动，敬畏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是，然后也非常感谢这里的灵体今天这么的配合，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现在呢会马上收拾，然后离开这边。谢谢你们，谢谢。很多人呢会利用灵体的加持，让自己的容颜更加的漂亮，甚至更加有钱。但是呢，这些不劳而获换来的东西呢，往往不会持久。真正努力得来的，才是有满足感，而且更加的踏实，不是吗？下一期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我们再见。